好吧？大 S 不幸死亡啊，这个绿营的侧翼了哈，就说呢，因为预算这个防疫预算被砍掉了哦，所以没有办法宣导防疫。那民众党的发言人陈志涵就说呢，防疫预算1毛也没删呢，根本还没审到，根本没删呢，还没审。那所以呢，这个网络就说防疫预算被删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有人引用史明的话了，我们要先学会当人，才能当台湾人。大家很多说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啊，勇敢的台湾人。你要先做一个人嘛，就不能去叫人性。不管你是什么人，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人性还是很重要的嘛。那我常常讲，我说台湾真的奇怪，平常人都很好，很有礼貌，很客气，真的很 nice 哦。一碰到政治啊，就有一些人就俩拱啊，就抓狂了。哦，这个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政治会搞成把人搞得都没有人性吗？真的需要这样子吗？哦，但是有些人就这样啊、哦，所以你人都没有当，你管你当什么台湾人、中国人、这个美国人、日本人哈、哦？那另外呢，廖伟翔委员就说，那你是把逝的人当政治祭品嘛？哦，你这什么意思呢？根本就没有去删机关署的这个经费嘛哈、哦。那另外呢，这个樊启明也说，不但没有删，比去年还多了4000多万呢。他们去查预算书，比去年还多这么多。那当然，这2天这个486啊，他说呢，大小 S 呢务必投胎变中国人。先讲大 S， 才说小 S 也是一样哦。他说呢，大 S 死了太多中国人去，所以呢，病毒传染到日本，愿他投胎到中国。哦，台湾少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哦，所以呢，因为大 S 务必投胎到中国，永远都当中国人。他妹妹也是。然后完了后又贴，他本来不就是希望当中国人吗？大概有网友去反映说：“你这样什么意思啊？他本来不是想当中国人吗？难道要他投胎当美国人吗？”然后说我道歉，我更正可以吗？希望他投胎到美国当美国人，不要当中国人，通通是讽刺了哦。那通通是讽刺。那后来呢，他今天道歉，他说虽然我道歉，但是文章还是不拿下来哦。这为什么？这个可以当对我的警惕哦，等等，哎，这就很无聊了哈、哦。那连亲历的律师啊，还有林志群就也看不下去了。他说：“不是挂台派就能够为所欲为啊！我再挂一个我是台湾人，就挂一个抗中保台，什么都可以做哈。”黄国昌也说啊，把政治仇恨带到完全没有人性的境界。我们看一下，艺人大 S 徐熙媛游日期间不幸猝逝，享年48岁，消息令人震惊。而网红电商486先生还发文嘲讽，要大小 S 都投胎到中国，永远当中国人，引发热议。昨天呢，我在网络上发表了2篇文章。这个文章一出来之后呢，被许多人揪出来。经过1夜的沉淀跟思索呢，我在这边跟所有的朋友致歉。在镜头面前公开道歉，电商网红486先生在昨天大 S 离世消息出来之后，居然公开在社群平台发出愿大 S 务必投胎到中国，永远都当中国人。最后还加上一句他妹妹也是，把两岸政治跟死者挂钩，遭网友批评太没品，直大 S 生前并没有攻击过他，怎么能够这样？让486隔天拍片道歉。我不应该针对这个死者这个事情语带轻佻写那个文章有点嘲讽，有点调侃所以我会好好的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影片一出，短短2个小时破万观看，有不少网友表达支持，但也有人不买单，判给已逝者尊重，三思而后行。那洪洛伟，我觉得啦。这个台湾人我记得这个沈大佬可能比较知道哈，这个我们听一下，台湾人死者为大啦，就不会再去说了。甚至听说以前在乡下，只要他过世了之后连小都不敢去讲透啦。以前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啦哈，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对死者对我们都不要再去造成人家的伤害啦其实。讨论越多也对他的家属造成更大的伤害了那我觉得像这一种，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我个人都认为不应该这样了人都这样子的，我们对其他的人都有感情的，对这样子，我觉得要将心比心这一点我是这样的看法。不过像
与其讨论这个，我们不如去说，像刚刚大家讲的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什么讨论预算或者，我觉得像卫福部其实要做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流感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那今年过年多少人去日本，多少人去韩国啊？那些人也应该都是没有打这个流感疫苗的，那应该现在。赶快去想想看，如果真的我们台湾的客流感还够不够，我们台湾的这些够不够？我觉得应该是要来讨论这些，然后把这些问题解决，让大家能够安心。我觉得这比较好啊。然后像这个外交部，其实我刚刚也是听了理事长讲的说，原来很多侨委会有这些急难救助，有100多个国家，我相信我们当立委的也都不知道100多个国家有，不知道侨委会。对，那你趁这个机会，你的外交部跟侨委会，你反而要赶快让台湾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有这些，你到了哪些地方你可以做这些，用这一次的这个让大家还在新闻热度上的时候去了解这些东西，这样子大家才会记得。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才对啊。与其去说那些，我都觉得没有必要。你晓得这个春节期间啊，我做了一些民间探访，尤其是我以前60年前考上台大医科的同学，他们跟我同年啊，80几岁了。但是是南部人，你晓得，一面倒的赞成大罢免，那道理很简单了。他们就说赖清德总统是个好总统，是抗中保台、清廉肃贪，再找有没有这样好的总统？所以任何人让总统难过，任何人让总统做不了事，这个就该罢免。你晓得我的反应是什么？我不敢跟他辩论了，我觉得我的辩论是没有用的，是白费的。所以每个人在台湾这种环境下长大，过日子啊，大概都难免有色彩的包袱了。但是你想你的没有关系，但是进入这个网络啊，进入媒体啊，要把他的想法传给别人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没有是非的情况了。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没有很深厚的认知啊，你还分不出谁对谁错了。大家都差不多，都有道理啊，怎么办？我们台湾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很可怕的现象。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大概其实我错过了昨天的，你们大概已经讨论过了，就是深度探索 DeepSeek， 对不对？DeepSeek 是中国人发明的啊，廉价又有效率，又多想了好几层，所以人说完蛋了，这个回答完蛋了，大跌啊什么。我们台湾带有色彩的侧翼也好，评论员也好，甚至高嘉瑜也一样。高嘉瑜就说老共的以前说什么天才少女啊，后来都证明这些都是假的啊，所以他也去找了一些过去的历史来证明，凡是中国人干的都不可取，都偷的要不然就是骗人的，迟早就完蛋了啊。所以我跟你讲。到底这个深度探索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我告诉大家，非常好，因为有2个人讲，一个是 Sam Altman， 这是 OpenAI 的老板，跟他打对手的都是他好。他说他是好。马斯克也，黄仁勋他倒霉啊，他亏了多少钱啊？他说这个是好的啊，所以人家问 Altman 说你要不要告他？他不告，因为他有权利用我的东西，他们叫。过滤法也好，李斯蒂尔蒸馏法也好，我的东西他一旦买了，他可以用啊，他是搭在我的肩膀上，更加发挥光芒万丈。那我将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这彼此晋升，彼此进步啊。但是我们台湾，我们舆论界你也要负责任，我们都是舆论界，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你知道？因为你有本节目，所以在台湾人民。更加明辨是非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没有这一点我常常在想，我常常要说服伟汉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但是我跟他讲的类似这些，我旁敲侧击要说服他，我们要扛下这个责任。他也是无动于衷像刘宝杰跑了，对不对？像刘宝杰，如果这辈子他还要继续干，回来再干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太辜负自己了。我们真的有责任让台湾人民明辨是非。我们每天不是在做这个事吗？
我们每天就在这边。不，我们做的方法不好，因为这样做的啦，因为我们这个做法，我们就是回头再出戏3遍了，再生3次也没有效果。要怎么做？你说哦，这个要怎么做？你要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你。好吧，晚会。我觉得这个刚刚大佬讲的，就是现在的台湾的政治氛围，我自己就是看成就是4、6分啊。那4分里面呢，就是看民进党，就只听他说什么啊就相信啊。有6分的人是不听他说什么，但会一直检查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台湾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氛围。那像486，我觉得这种都已经是真的是太过头了，就是说你已经不是蹭声量了，就是说已经这是完全没有人性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大 S 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反映出来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做非常多的一个检讨讨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非常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官方到底应该要做什么？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个人在出国的时候可以做点什么准备之外，我觉得官方包含刚刚理事长讲的这么多的一个资讯，行政院是不是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把它加在一起，放在同一个地方，让方便民众出国的时候，可以如果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来做相关使用。更不要说在这时候还要去造谣，说95亿的这种防疫的预算啊，你看又被在野都删掉，我告诉你1毛没删啊，不如来检讨一下，你去年所销毁的疫苗就高达有1236万剂。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好好来检讨一下，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来运用这一些就是民脂民膏的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事件之后非常不幸，它非常快速，所以引起大家很大的一个注意。刚好有在流感发生的这个时候，让我们民众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保护自己之外，你在政府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上面，其实可以更多的一个检讨跟改进啦。我强调一下嘛，它这里面有2个重点。一个呢说我们3大预算广宣的部分，请问大 S 需要看你的广宣吗？说因为删掉各个广宣预算，所以他死掉了，有这个味道在那里，这第一个。第二个说这个疫苗的钱都删光光了，他刚刚讲95亿，那我在这里很慎重的跟各位报告，疫苗的钱编在疫苗基金，还没有审完，还没有删读，现在呢是总预算，是疫苗东西是另外一块。它不在总预算这一块里面，而且这个我回到刚才广宣的部分，从4000多万到8000多万，增加4000万，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看得到它是增加的，媒体的广宣是增加的，这样子造谣也可以啊。那看我讲说大 S 他就是要蹭大 S。这个老实讲是很没有人性的，死者为大嘛。张文讲的，我非常同意，死者为大，大家趁他的声量，用造谣式的语言，那造谣式的不对的讯息来趁他的声量，来迷惑整个社会，这是非常糟糕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民进党的罢免团体就是他们号称民间团体了的群主说，大 S 的死讯呢是蓝白刻意操弄的，因为现在呢罢免的新闻正热，现在昨天、今天新闻都是大 S 所以把这个焦点转移了那所以呢就网络上这个流感死了一个人，什么了不起？搞那么大的新闻干嘛呢？他为什么不去中国治病呢？而且蓝白现在企图用大 S 的消息掩盖人民对罢免的声音。我甚至怀疑日本医院呢背后可能有跟中共串通好，就是为了阻挡罢免每年都有不少人因为流感死了，今天刚好死到一个比较有名的人而已那他的身体跟大家一样也没什么特别的网络上呢这个亲绿的网友就扯这些东西了而且呢这个青鸟也说大 S 死讯配合转移罢免那国民党就说这个丧心病狂，赖清德你说句话吧，你都不讲话这个你总是讲话嘛那国民党就说呢毫无人性了那而且呢青鸟呢无限上纲，政治阴谋，对逝者跟家属毫不尊重那这个黄国昌也说侧翼连大 S 都拿出来做政治操作，希望赖清德禁止党公职去搞这些大罢免党公职虽然民进党说不是民进党，但党公职很多人
介入在里面嘛，所以说大半美已经变成泛政治化了哈，然后把大 S 都看拖进来哈，那罢免呢都罢掉了人性，我们看一下。光景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罢免来得重要。超过4万人追踪的歌手徐小花要网友别翻散，注意力质疑在罢免团体递交连署书之际，传出大 S 死讯是别有居心。此外，在各大罢免群组里，也有部分网友示警，这是蓝白在背后下指导棋，利用大 S 转移台湾人的注意力，就是为了阻挠罢免而已。出事的消息让整个海内外华人都非常的震惊跟悲痛。竟然有绿营的青鸟侧翼在网络上开始散播大 S 的死讯是蓝白为了阻挡大罢免，政治的攻防需要道德的底线。大 S 传出不幸消息，罢免社群就是阴谋论四起。老沈怎么看？我觉得我接续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节目以前有没有讨论过。这春节期间有一个人讲话，我真的受不了。你这个是网络啊，这些网红啊，他们没有什么，那随便乱讲都无所谓了，哎，是理他。卓荣泰怎么讲呢？他说国会里头每次投票啊，都是62比51，差多少？差11票。所以呢，我们的国家是11个人在治国，好笑不好笑？啊，我觉得太好笑了，我觉得太好笑。你这为什么好笑？你知道吗？你要怎么辩驳他？很简单。这个晚会你要回去传达我的意思，你就请黄国昌叫你们党团的8个人，下次投票的时候拨5个过来给民进党，那会变成什么？变成57比56，你民进党还是输啊！但差多少？差1个人，所以呢，一个人治国，一个人治国啊，一个人治国。那一个人是谁？那个人是黄国昌吧？黄国昌既可以使在野赢，黄国昌在也可以使执政赢，也可以他最后他跳过来支持民进党，让民进党赢，让他高兴一下。这个治国者黄国昌也，你看多荒唐！这是数学问题吗？还是愚蠢呢？还是逻辑有问题呢？卓荣泰，你光是这个数学问题，11人治国啊！你看这个卓荣泰11个人治国的谬论，光是这个东西你不撤回，向我道歉。你就应该下台，不是多丢脸，不指向你了，不指向你。为什么向你道歉？为什么向你道歉？不是因为我再度强调这个有这样的阁揆，我实在受不了啦。来，张委员怎么看？你以为谁受得了？你以为谁受得了？受不了。我觉得啦，这个你觉得怎么样？不是这个11个人治国。不，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了哈，过年也没看到了哈。他这文章我看到了，我是没看到了哈。其实啊，这个过年啊，我就很少去看的这个政治的新闻了啦，都回乡下过年了。所以难怪人家要罢免你，你不认真。人家要罢免我的是因为要跟那个叶元之混在一起，是要保护叶元之，才要把我扯进去啦，对不对啊？各罢各的，怎么会？怎么啊？这个沈大佬都知道了哈。我讲，如果说是11个人治国，这个我个人觉得啦哈，这个奇怪哈。我不。也通哦，我现在就要说有没有前后文，不然我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没有用。那你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尤其是内阁制的国家，你多一个你就是可以当总理，尤其是在内阁制国，你多一个你就是可以当总理嘛，甚至我们这里也是啊，那你甚至还有很多内阁制的国家，我想。几个小党组起来，我就比你多。联合政府，我就是我嘛，对不对？哈，我觉得这个如果以民主的来讲是这样了哈，但我们也必须要说了哈，就是说这一届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会期，我个人呢其实也有一些感触，就是说啊哈，没有像以前大家有时间这样坐下来就事论事。大家去讨论法律的条文，好好去讨论，好好去讲。我觉得这一届啊，目前为止真的啦，没有啦，没有时间啦，都没有啦，大家都不讨论，就这样子了。你想通了没有？你没有想通，难怪人家罢免你。不是，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我跟你讲，为什么？那你不，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你先讲完，我再回答你。我跟你讲，为什么没有办法坐下来？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数，坐下来谈也没有用，因为。民进党的目的就是要扭转朝小野大他已经算好了。你想，我再举这个，你像柯建铭是很老实哦。柯建铭说，去年1月13号投票出来，
输了。他给民众党2天的时间，他那2天的时间说，民众党那8个如果过来投诚过来，那没有问题。他等2天没有过来，所以他在15号心里头就决定了，1年以后一定是大罢免，你知道吗？他去年已经想好了，这个不会改的，你懂我意思吗？这是我回答你的问题，这我用柯文哲的话回答你啊，他已经想好了，但是他想好了，不好意思讲，他想了一个美妙的方法，叫做可包容民主的更大民主，就是大罢免。你听有无？我讲啊，你听无？你听无要罢免？我讲啊，这都是在那边各自的立场的表述啦。啊，我在这个节目上我会讲过，最好的其实就是解散国会重新来，这是全不行，你听我讲完，不行，为什么不行？你在讲我都没有，不是我在讲，你都不让人家讲。只要选输了就要你都不让人家讲，对了。你们都不能输就对了，输了就要解散国会，也不是，就要选到你们赢才对。我意思是说，如果你要罢免，你跟真的是很不要脸。解散国会是两个选择，你看是哪一个比较好？为什么要解散国会？我问你，为什么要解散国会？如果是要提复议，如果才刚选完1年，你就提不信任案就好啊，你也可以提不信任案啊，你也可以提不信任案啊。张委员，我问你，才选完1年，为什么要解散国会？你们认为去年的民意不是民意吗？我跟你讲我刚讲的意思是，如果要罢免跟解散，就2种选择啊，你可以提不信任啊，让他解职啊。他为什么自己不辞职呢？他自己走啊，他自己辞职就好了。这是一个选择，你可以提不信任让他，对不对？有很多宪政的可以去处理呀。我觉得，大家你看，这就是啊，这是我这次发现啊，在立法院不能够好好讨论事情的问题，大家都立场都很没有办法好好去讨论。选输就选输啦，还好我们内政委员会啊，都还可以好好去讨论一些事情。但是到了院会啊。全部都没了，都不算了，全部表决了。为什么要解散国会？自己是立委，自己说要解散国会，丢脸！你要解散国会，你要嘛内阁制的国家是不是就这样？自己是立委，内阁制的国家是不是这样？你是民意就是这样。你现在是内阁制国家吗？日本过年前的你把赖清德放在哪里？日本过年前有没有解散国会？你是内阁制国家吗？日本过年前有没有解散国会？你是内阁制国家，你好好想想再讲话。那是民主的精神就在这里，民主的精神在哪里？我讲完以后，好好读书吧。民主的精神在哪里？我刚才讲完以后，下面这一段就没有水准了。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水准了吗？因为他讲要解散国会，解散国会相对于什么？是阁揆下台。这个台湾不公平，这样不公平的。当然不公平阁揆他可以换呐。一个民意的话，解散国会要相对于总统下台才对啊。如果不是这样对称，你解散国会个屁呀！你知道吗？不要笑死我讲啊，民意看怎样的，大家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才是关键啊！不是官大民学问大啦。民进党不断提出要解散国会，你们为什么不提案？你们这么讨厌中人团，你们提案呢？你们先提，我们再看。请你们提，我们来提，你们配合。你们提，这个又不好。他没有要配合你的，基本上这样哈，就是说，民进党就不承认去年1月13号的选举的立法院的结果，这很奇怪嘛。你赖清德也是当时选出来的，那个选民是同样的选民嘛，不是2次选举，在同一天选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要尊重啊。那如果谈内阁制的话，行政长就是在野党啦，就不是左荣泰啦。你既然提这个哈，对不对？我有更精彩的。我下一节再讲好不好？还是现在讲？讲吧。哦，我告诉你哈，我们常常讲，如果你是少数政府或者是双党不过半，你勉强阻隔了去联合政府啊。我们常常讲宪政惯例有没有？就是说我上来了啊，第一天就说请各位投个票吧，同意我来当，我有信心啊，大家也都比较和谐啊，以后就没事啊，这个叫宪政惯例。我跟你讲，这个大罢免啊，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不管合不合民进党的意思，这也是宪政惯例哦，你懂得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2值的宪政惯例。这个一旦开始了以后我们台湾的选举没完没了了，输的人都可以要第2次。我们台湾的选举就非要第2次不可。那因为主要因为罢免总统很难，如果罢免总统也很容易，立法院通过就罢免了，那就彼此杀嘛。那总统赖清德现在这边隔岸观虎斗啊，那反正你罢免不了我们，要修宪嘛，对不对？要这个2/3，立法院现你没有2/3嘛，所以呢，你们就去搞罢免吧。那搞罢免的问题是说，你现在
为民进党为什么一直讲说你干脆你不要罢免，你就这个提出不信任好了，因为你提不信任，他们可以解散国会。他现在希望就重选，他认为重选后搞不好就翻盘了，搞不好你们这个再也就不会选这么好了。但是总统要不要重选呢？为什么只有立法院要重选呢？同一天选出来的就是因为你不能罢免总统嘛，所以我可以罢免你嘛，就是这样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大罢免已经启动了那有20个案，昨天还说17个，现在有20个案，在第一阶段罢免提议书今天送件，中选会说28号前就审定完毕这么几天的时间，现在身份证也不需要付，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来的？真的是每个人去报名了，还是你们拿个名单出来抄的？谁也不知道那另外呢，国民党说我们要力战到底，我看周立伦说要一战止战那另外呢？他们说叶元之眼眶红了叶元之说不是啦他是过敏了所以呢，这个叶元之叶元之是很衰，他1月10号选完了，2月人家就开始发动罢免，他做的好不好你也不知道2月我就发动罢免你所以这完全，而且真的发动罢免是原来投他的票的吗？当然不是嘛，这个根本没有投他票的嘛，这个罢免最不合理是这一点。当选我是靠这一群人当选的，罢免是靠另外一群人把我罢掉的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仇恨值太大了，所以要刺激，不要不要太刺激，因为仇恨值会刺激罢免。朱立伦说呢，你们就去推民生法嘛，多一点民生法案不要搞政治法案小猪血然后呢，这个国民党也在有人推要罢免吴思瑶、吴佩益啦他们说最迟下礼拜就会送提议书那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全面去点火其实不聪明，你应该精准来算哪些人是有机会的再罢嘛。你是不是到处点火，你能罢免真的罢免到几个呢？而且我想到最后是徒劳无功的啦。为什么？一定要国民党6个委员被罢免下来，而且这6个都是民进党当选，他才过半。罢免6个不容易而且就算你罢免了6个，再选都是你吗？国民党人就不会当选吗？也不会嘛。所以而且国民党也罢免你如果到时候烧到那种说哇，大家这个非常两极化，哇，这个罢免的气氛非常热烈的时候，反作用力也一样强到时候民进党一定会有几个被罢掉国民党不是已经提出7个吗？是有机会罢掉的包括台北2个，然后这个左营、原住民很多都不是没有机会罢免的同样的也是反对你的人出来罢你嘛，不是当时投你的人出来罢你左营对不对？只有差6000票6000票在左营，6000票一起差6000票不会当选，差6000票给你罢免罢掉这有什么困难？所以就搞到最后，你民进党真的要真的多当选6个，谈何容易？那搞了半天劳师动众，政府花几亿去办这个罢免活动，到底意义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柯建铭就说，立委的新会期是罢免会期啦，那什么法案呢？这是罢免，9月1号前就要完成了，国民党必败无疑，把你们通通罢掉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因为暐瀚访问黄国昌说，白营也不排除反制大本。白营本来想，因为我没有区域立委，我都是不分区，所以我在旁边也不需要参与嘛。但是现在说不排除我要反制你而且赖清德你要表态，你不能不表态躲在那个地方那民进党立委就黄国昌才先要辞职这不是任的等那个黄国昌不分区也罢免不了他林俊宪说他是中心护主啦，我们是罢免这个区域立委，那你们不分区关你们什么事？你出来讲什么话那今天在宜兰呢，晚会好像跟国民党的这个代理主委林明昌好像有争执有谈说呢，两党首度商谈要罢免陈俊宇，到底怎么回事？晚会，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啦昨天因为国昌昨天开工第一天嘛
那早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刚争取的这位林主委，他确实我们有碰个面这样子。那我想初步大家就是互相认识一下，讨论一下最近的这个蓝白的这个氛围啊。那蓝白的氛围现在在立法院当然是很好。回来讲罢免的一个部分哦，其实应该是讲说，我觉得那个国昌不止今天早上在暐瀚节目了，他昨天在宜兰也有跟媒体讲，对于罢免这件事情，他非常重视的是赖清德的态度哦。现在他们就两个人就是两个演不同调嘛，一个是赖清德演出的非常的优雅，就是站在那边看这样子，然后就派柯建铭出来哦，还喊出这个9月份之前要把41位国民党的这个区域立委都罢免掉，我真的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荒谬。如果以地方的人士来看的话，以宜兰这边啊，大家就觉得说都已经算出来啊，都会后一周啊哈啊，但是当然有另外一派会说，像我们宜兰这位陈俊宇，就是民进党的这位立委哦，其实他就是很软，好，就是什么样的质询都很软，好，他一个新科立委啊，我们宜兰只有1席立委，那他呢被放到司法委员会去，大家知道司法委员会是一个1级战场啊，现在每一个都是明星级的委员，所以我们宜兰在这个地方被放在司法委员会，他要什么资源都要不到。他这个经过1年之后呢，又怕这个有人要罢免他，最近他就在地方社群 po 了一大堆的那种他的所谓的施政报告。那哪有一位立委在 po 所谓的施政报告？施政报告的内容全部都是他质询的内容，所以当然在宜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就是说如果在野对于他非常的不满意的话，或许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罢免的一个发动。不过目前呢，这个就仅止在一个讨论的阶段。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回到国昌讲的嘛，你赖清德先表示一个态度嘛。我相信民众也不会希望看到在立法院里面就是闹哄哄的，每天都在讨论罢免来罢免去，然后都不好好做事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还是看明天呐，哈，明天礼拜3嘛，哈，民进党要开中常会，赖清德会不会做相关的一个表态？暐瀚怎么看？赖清德不太可能明天出来讲，因为刚刚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已经讲说，奇怪，为什么我们本党党主席的议程跟谈话要受他党主席的指示？就是我们录影当下了。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早上访问的时候，我其实主要想问的是什么？很简单，观众朋友，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讲的，如果蓝白对于大罢免这个事情是意见一致的，就是反对大罢免，反对无差别的要罢掉很多人。所以蓝白会反制，而且团结，而且蓝白的选民会在一起，不但罢不掉民进党的立委，反而会倒。那这样还推吗？好，大家观众朋友应该懂我意思吧？那后来黄国昌是直接讲，他希望我们观众朋友现在礼拜2嘛，很快明天就，而且这个99%发生嘛，因为赖清德不可能会回应嘛，他希望赖清德主席明天在中常会当中，场内之后场外。至少还有发言人讲，或是最好自己出来讲，开记者会。我赖清德主席，他还有讲稿哦。好，我身为民进党党主席，我反对大罢免，所以我要求下令民进党所有党公职都不可以参与。但是民间团体我们尊重，可是我们不会加入，我们反对大罢免。他说这样子讲没问题，民众党就不会有动作。但如果有的话，如果你不这样说的话，就代表说你跟柯建铭就是黄国昌的意思啊，唱双簧嘛。就柯建铭总召在推，然后党中央只是讲说这个不是我们党中央意见，可是也没有阻止啊，就在那边弄。那这样的话，他点名许智杰跟钟嘉宾啊，他认为这2个立委，他是这样讲哈，他认为说罢免是一个非常态的机制，4年1次选举嘛，4年到了再换新民意嘛，那大家都有期待，总统也一样。可是如果真的是没办法了，我们必须终止他的时候，你要有很多点，比如说他的行为乖张，比如说他没有兑现他选举承诺，针对他 OK。可是你现在不是一次提出来10几20个，那就不是针对这个人，而是你要把他塞掉6席嘛。可是蓝白如果合作的话，这6席的目标就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了啊。当然希望由赖清德主席亲自出来讲他反对大罢免，可是刚刚民进党的发言人已经说不会这样说了，所以显然明天以后就会进到火车对撞的阶段，当蓝白合在一起的时候，到底最后倒的是民进党的立委比较多，还是国民党立委比较多？因为民众党8席都是不分区，不会有一个下来啊。那就会变成是蓝白看谁的立委的席数比较大。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一点，我也觉得可能真的最后了哈，血流成河的状况之下，真有国民党立委被罢掉，真有我们不知道是谁。如果有的话，可不会多，我不认为会多到有6席以上。那就是说国会的生态也不会改变。那搞了这样子一整年，柯建铭总召他想要大罢免年嘛？那会是什么结果？现在才刚开春而已，就今年一整年就是累积仇恨值啊！我提一下好不好？这个刚才老沈的讲的一句话，我非常欣赏。你这个厉害，你有讲到，讲这个老柯啊，在去年选完的时候，他马上就上去，今年要大罢免，要大罢免。好了，这段时间
你就发现说，不断的赖清德不断的说，这些民间团体的跟党中央没有关系哦。可是他是总统，也是党主席哦。为什么让柯建铭呱啦呱啦呱啦，大刚你讲，今天跟你讲哦，他今天还讲哦，41席全部罢掉。9月1号开始天下太平，那什么意思？那就没有在野党哦，没有在野党的这个区域立委啊，那就是国民党没有这个41席，没有少掉41席，他就独裁了。所以他要的是一个独裁，而且你会发现到，只要民进党没有选赢的地方，再选一次，再选一次。这个刚才我们张伟的解的时候，他也被罢，很冤枉，冤枉的不止你啊，多了哟。黄耀伟提的，就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行为乖张什么的，我也被罢免了。他罢免理由是没有为地方争取这个预算，好好笑。我刚争取了200多亿，让捷运来环线真的全部可以通，开始要开工，大概8年时间，我们就等这个好。你不用跟他计较这个，我晓得你用这时候，我这个也准备来了嘛。赖清德在这里，他是喊和谐，却鼓励民团作乱。对，你相信这个呢，还是相信这个？当然是这个啊！我在画面他这个写的公给啊，小人你知道吗？让我讲，你还把他当一回事啊？让我讲话，对不对？赖清德说朝野和谐，可是柯建铭说我要帮你罢免，请问要怎么和谐？他们两个有不同吗？那同样好，同样的，柯建铭傻了。柯建铭今天又讲一句话，柯建铭说我跟总统很有默契，我不是自走炮，那什么意思？他真的啊，他就跟赖清德是连在一起，整个大罢免是赖清德发动的，只是让柯建铭当打手，柯建铭在这收漏了一句话哦，他说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立法院院长、副院长都换掉，想啊，你别做立法院长啊，对吧？你最后一句不要讲了，最后一句讲了你就又失格了。不，他讲的是事实了，休息一下。讲的是事实。好吧，今天周刊又爆料说柯文哲呢有16张的纸去睡了啦哈，说呢这个是表示他要串供了哈。那第一个呢，他那个他们这个撕掉的纸啊，拼凑一下说木可账，柯文哲写的有没有泄露，有没有账本哦？这个要自我检查。金华呢，这个要到 Orange 出国哦，然后呢太高调，李文忠、陈其迈呢，高雄国宾饭店140%。背面写着金主反正就有一些字条说呢被税税纸了哈。那另外呢，陈志涵就说你是把垃圾桶当哆啦 A 梦任意门拼几张税纸垃圾桶就认为是他在串证啊。那另外呢，黄珊珊呢说传讯给柯文哲说打你金华城都是游淑慧啦在去年6月1号传简讯向柯文哲表示。台北市金华城打你是游淑慧，民进党反而只打大巨蛋其他都在看戏并没有去打这个金华城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压柯文哲的是国民党吗？你民进党讲了半天，压柯文哲的是国民党吗？不是啊，是民进党啊但游淑慧就说呢，绿营黄珊珊是绿营埋在白营的无间道好吧，这个另外呢，黄国昌说。他们会投入2026年的选战，会持续耕耘新北，不排斥蓝白协调的机制，因为留着2个都出来，搞不好可能都会落选了所以呢要协调一下。我们看一下。有关2026县市首长选举，各政党已经开始备战了。那么，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在今天上午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就被问到了。那么，他也强调新北是他的责任服务区，而自己不排除参选新北市长的可能性。但如果蓝白有协调机制，他也不排斥和国民党共推一组人马来参选。新北目前的确是我的责任区，在新北的耕耘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你希望蓝白应该有一个协调或是初选机制吗？不，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本人我不会排斥啊。
我完全不会排斥啊。黄国昌可以说是首度的松口，那么最终的角色呢？黄国昌说他一定是全心全力100%的投入选战。另外，关于说各地方的布局，他也说，民众党的目标是要在6都议会选举中都能成立党团。淑慧，到底怎么回事？黄珊珊怪你啊，都是你啊。先讲周刊的这个16张税纸，这个其实是起诉书里面的内容啦，好，所以是冷饭热炒。反正现在法院已经快要公开审理这个案子了，我觉得《镜周刊》也不用再一直去拼凑这些故事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黄珊珊在柯文哲身边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我说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无间道。从去年蓝白合的破裂，好到他一直在柯文哲身边给他吹的那个耳边风，好像都在这个挑拨离间就是让柯文哲去告诉柯文哲说：“哎呀，民进党对你没有这么坏啦，对你很坏的都是国民党啊。”他说：“民进党反而只打大巨蛋。”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我很怀疑后面简讯还有他是不是还跟柯文哲讲说，所以我告诉你啦，你跟民进党还是可以合作的啦。你看打你大巨蛋不是民进党，是游淑慧。那穆可案呢？政治现金案呢？金华城对。还是他就说，民进党只打你大巨案这个游淑慧一个人干倒你柯文哲我突然觉得自己荣升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查大巨蛋这件事情天经地义，有弊案台北市议员就要查。可是问题是，现在所有人质疑的是你什么？是你民进党操纵下的检调司法系统怎么查大巨蛋？你的手法是怎么查的？你把侦查不公开变成侦查全公开，你把司法检调变成你东厂锦衣卫，大家在质疑的是司法正义还存不存在？这个是所有在野党还有所有民众在质疑的，不是你查案这件事，你查弊案你当然可以查，但是你查弊案把自己都搞成弊案了，你民进党敢不敢查你检调泄密的人是谁？你敢不敢查？你在办每一个案子，你双标的过程，你查陈启玉，你查林炳文，你为什么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才是重点这个才是重点不是谁在查金华城的问题，而是你们怎么查金华城，你们怎么查陈启玉，怎么查柯文哲，怎么查曾文灿，怎么查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今天黄珊珊带偏柯文哲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我刚刚在节目前我就跟这个晚会在开玩笑，我说在我的眼里如果要拿历史人物来讲，我觉得柯文哲就很像这个南宋的高宗一样宋高宗。本来一开始还想励精图治，结果冒出了一个秦桧跟金人里应外合，不断的把柯文哲带偏，然后把他们这些岳飞全部发配边疆。我觉得这封简讯就完全是一个宁晨在吹耳边风的角色。其实这个简讯这个什么，这都是这个周刊报的啦，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好，那我觉得柯文哲他如果有真的有怎么样的话，那反正检调现在已经过了，已经到法官了。法官他应该就是拿所有的证据，律师的跟检察官所有的来看嘛。那我们就觉得，我一直觉得柯文哲的事情就是等法官怎么判怎么说了。我们现在大家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这样多讲也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老沈，我跟你讲，淑慧是很厉害、很聪明的，她成长非常的快。我一个深绿的朋友，好爱她，你知道吗？真的，一天到晚碰到我就说淑慧长，淑慧短。但是今天淑慧对《镜周刊》有关黄珊珊私讯柯文哲的这一段的反应我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看法，我要请教淑慧，我好回去跟我的朋友交代。我跟你讲因为柯文哲这件事情，国民党跟民进党两边都在抢功那民进党就是大部分都简舒培啦，简舒培赚很多啦，那其他也有几个就跟简舒培相比就是等而下之的。但是国民党呢？国民党大家一想起来就是两个人嘛，钟小平跟游淑慧那要排第一跟排第二，这个我们就不伤和和气啦，两个都厉害，都伟大。所以你今天应该说谢谢黄珊珊。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就是大工程的，你还要再点破，这多无聊呢？
我觉得你这样哈，比你现在把黄珊珊的角色歪到那一边哦，我觉得不是很对。我觉得查案是我的天职，但是我觉得黄珊珊这个人哈，就是柯文哲身边的勤快。国民党主要他中央要合作了，立法院他必须要合作，所以他中央呢彼此呢就合作帮柯文哲讲话。但台北市议会本身他职责在身嘛，这台北市议会的没有什么公或，所以他必须要就事论事，而且一个专业小组组成，他不能不去查，不查也很奇怪嘛，所以就变成说中央是合作的，地方是监督的，变成这样子嘛。哦，来，施宝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打金华城啊，这个民进党打得很凶啊，简书培难道不凶吗？林连凤不凶吗？洪建义对那个橘子也是这样子，赶快赶来了，好不容易怼起来，怎么会说民进党只有打这个大巨蛋，不打金华城，笑死人了。哎，王慧，我在看哦，还是这个想要在蓝白之间找个缝啊，这是民进党的一个手法。啊，像刚刚淑慧讲，这个已经冷饭热炒了。重点是谁关押柯文哲？好，那要办就赶快办，好，不然不管